大家好，我叫王颖，我是一个恋爱脑。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4年多了，这4年来我从来没有乱发脾气过，真的很难。我一直是有理有据的发脾气。我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对象他说话不太好听。我俩刚在一起1个月，有一次他突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发现你有点秃，你发际线有点高。”我有点生气，我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我发现你生命线有点短。”他发现我生气就会找理由，一般都是这不就是个玩笑吗？怎么还生气啊？你们听一下，这叫玩笑吗？这叫实话。他发现开玩笑这个借口不能平息我的怒火，他就会问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真的每次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更生气了。我想怎么样？我想时间回到10分钟之前，你看我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个头看。我还想时间回到4年之前，你告白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你给我滚蛋。但你要说能实现的，我希望你现在能够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。他还特别怕麻烦，我俩现在已经一起住了。有一次他回家的时候，我让他拐到一个地方给我带个东西回来，结果他空着手回来了。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哎呀，我忘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嫌麻烦故意忘的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他不是那种羞愧的对，他是那种惊喜的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就是他不觉得我戳穿了他，他觉得我懂他。在怕麻烦这一点上，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有时候吵完架，我想复盘一下，不要因为同样的原因老吵架。他觉得复盘太麻烦了，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句俏皮话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是这句话不够俏皮。我因为这个真的有点苦恼啊。后来和一个男生聊天，那个男生说他也特别害怕这个过程，他每次和女朋友复盘的时候，心里想的都是：如果你现在给我一个嘴巴子能解决这个事儿，那你就打。我听完之后真的豁然开朗，他女朋友解决不了，我能啊。后来有一次我和男朋友吵完架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要是真不想聊一下这个事情，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嘴巴子。”我对象在那儿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我觉得有些事情咱还是得聊清楚。”我真的因为各种原因骂他，有次他就受不了，说：“咱有话能不能好好说？你别老骂我。”我说：“你搞清楚，我不是能好好说话非要骂你，我其实是想弄死你，但是只骂你。”我现在再也不相信网上那种鸡汤了，什么生气不能解决问题，只会制造问题。你要想好你的目的是什么。我的目的就是制造问题。我也不太能理解以前那种教女生谈恋爱或者经营婚姻的建议啊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比如说男朋友在外面让你不开心了，你不要生气，你拉一拉他的袖子，轻声提醒他一下。我能做到的轻声提醒只有一句话：是不是给你脸了？还有流传最广的一个建议叫：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得先抓住他的胃。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道理？他都不押韵。你要是真不想让一个男人离开你，你抓住他的胃有什么用啊？你得抓住他的把柄。还有最鸡贼的一个建议叫：聪明的女人在婚姻里要学会示弱。聪明的女人怎么会在婚姻里？而且以我对上一辈婚姻的观察，女生千万不能示弱，因为女生示弱了，男的会当真，他不会觉得你人真好，他只会觉得我真厉害。这句话就叫，这个定律就叫男人像弹簧，你弱他就狂。这种押韵的话才有道理。而且我发现很少有教男生谈恋爱的，因为男生不想知道怎么经营一段关系，他们只想知道怎么追女生。以前人们总说成家立业，你成家就完了，但是对女生来说，你成家可能就完了，你就陷进去了。
即使成家对男生来说很重要啊，但是我看网上一些相亲贴还是很离谱，很多男生甚至会写上爱干净，爱干净到底有什么好写的？这里又不是印度。你写爱干净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你都不如直接写一个会喘气儿。虽然吐槽了这么多，其实我在恋爱里也有付出多的时候。我家务做的多一些，我能理解我男朋友啊，因为他单身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家务。我俩刚同居的时候，我让他把阳台晾的衣服收一下，他问我为什么要收，他说你穿的时候直接去拿呀。还有让他把脏衣服扔到脏衣篓里，他也问我脏衣服最后都要进洗衣机，为什么还要再进脏衣篓？他真的把我问住了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不是我发现了家务，是我发明了家务。我后来想到怎么回答他，我说那人最后都要进骨灰盒，为什么还要买房？他想了一下说有道理啊，听你的，咱以后不买房。我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网瘾锁票通道开启。大老师拍灯的点非常奇怪。你说抓住男人的心就要抓住他的胃，这句话特别没有道理，因为他不押韵。大老师就拍了，哎，他永远都是这种点上，奇奇怪怪的。来，理由是没有理由，有理由拍这干嘛？就是觉得我要拍了，因为他那个瞬间是在于这句话不讲理，他这梗也不讲理，双重不讲理就是我的理，你明白吧？就是我喜欢这种不讲理的不讲理，但是你又琢磨这话吧，好像也对，就是那劲儿特别好玩。然后我觉得给我一种冲动，我就要拍这事儿啊。哎，那有什么回忆就是特别好玩吗？就跟你说的那种那个气乐了。给我气乐了，啊、有一个啊，他在听电台，我让他小点声啊，他说他说话声音大，关我什么事儿？那你乐完了就消气儿了，还是乐完了又揍了他一顿？我边乐边揍。所以我感觉他不是呛儿，他是真的，他是真的在说这个话。是的，所以这个事情才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。对，那我觉得我好幸运，我也嘴欠极了，平时。我特别喜欢王颖的风格，他是平静的那种阴阳怪气。是的，但是你听着听着就发现他那阴阳怪气其实都是讲道理的，非常有道理。谢谢。我非常喜欢王颖这一篇，他用我们时下的人能够欣赏这种审美，就是这种刚才像罗老师讲那种，就他好话其实是好像很阴阳怪气在说，但是他刚刚所有那一切全部都表达，但是一种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，而且我觉得展现了一种特别新的女性可以有的样态，我反正很喜欢，我自己做不到，但我很喜欢这种样子，所以我拍灯了。谢谢。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脱口秀演员的表演，包括刚才在王颖表演之后大家的这个讨论。当一段脱口秀让你开始拿自己做参照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说明这就是一段优秀的脱口秀表演。再次把掌声送给王颖。谢谢，谢谢。